来了解一下这对情侣的基本情况。你看，我们结婚已经30年了，当初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依然跟他结婚了。可是婚后他的家人对我不好，让我特别寒心。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挣钱，他还总对我挑三拣四，并且他的脾气也很大，在我的家人朋友面前说话从来没有好气儿。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也累出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这些年他对我的脾气也特别不好。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真的希望他能少生气少操心，让我们这个家和谐一些。有请这对夫妻，有请。于先生54岁，来自黑龙江，外卖员；陈女士54岁，来自黑龙江，外卖员。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30年。当时应该是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他的是吧？对。后悔不？有点后悔。为什么当时反对啊？就是反对他家穷。哦。但是我的就相中他人了，不顾家人反对。那功夫呢，我们商量结婚了，他们家呢就给了我们3000块钱，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内了。后期我也寻思，既然相中人了哈，别这事儿那事儿了，完就俩人结婚了。结婚当天又出现个小插曲。啥插曲？我的公公就把礼金钱拿走了，还礼的账单子给我了，钱他收着了，礼得您回。对，我当时就心里也不平衡。后期我看也就这么地儿吧，都已经几平一次了，你说别的也没有用了，是不是？是。完了我就这么地儿了，我俩就开始过日子了。过了年之后我就怀孕了，这家伙一怀孩子，婆婆事儿就来了。哦。成天呢，我是怀孕，妊娠反应也大，说摔跟头，咣一下就摔那儿了。你总说我妈不好，我妈哪儿不好了？现在也是，我别说他家人不好。30年前就是我妈，你不能说我妈不好。30年前就是这样，不让我说话。您让他说2句行吗？行，都憋了30年了，今儿就好不容易说。对呀，我这跟主持人诉说我的委屈啊，是不是？您说啊。完了之后呢，我就反应特别大。这老太太做点饭呢，用锅碗瓢盆响的动静和正常做饭的响的动静就是不一样。叮当3响啊，3顿饭响3回，4顿饭响4回。头一次我忍了，第2次我就说，你能不能不摔了？老太太说的啊，这又来个白吃白喝，啥也不干的。完我说这老太太这么的吧，你做饭别带我饭，你就当我没进你家门。哇，这暴脾气！我妈胸疼，端东西费劲，她就觉得对她不好了。我们总共哥5、6个，能单独对你吗？再说一个男的得养家呀，是不是？他就去上外头挣钱。我们那地方是个林区，上山挣钱，365天就是手机啥都没有信号。这么的，我跟婆婆吧，就一来二去的，有第1次摩擦，就有第2次摩擦。后期我一气之下，我就回娘家了。那公公，就是火车得坐1天1宿吧。我回家时候，我孩子都3个多月，我走的。我回家时候他不知道，这老仙可当好，是通讯工具也不发达，坐火车也不发达，什么都不发达，人就不发达到家了。这半年没勒你，没管你，你愿意回你家。我们那种山上吧没有信号，车下不来，我能飞下来呀，还是能跑下来呀？后期我母亲呢，看着这要生了，不能给娘家生啊，就给我送回去。你说也赶的巧不了，我回家人就给家待着呢。你说主持人怎么解释？那公我不正好赶上回来休假吗？赶上了，都让他赶上了。你说会说不如会听的。行，我会听，我这么听啊。就是您是觉得我不是故意不去接你，对，我压根不知道，对吧？您是觉得说，其实你知道这个事儿，你是不来接我，晾在那儿了。对呀。要是不是我娘家妈把我送回来，那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孩子都生在外头了，是这意思吧？对呀。行，我们知道了。这不是回来完，我俩就犟犟啊。他呢可倒好，半夜3更，人说打仗女的愿跑哈，到我们家啥都改革啊。男的跑奔窗户走了，你奔门走吧，你奔窗户走吧。不是你为什么要跳窗走呢？我奔门走，我妈不知道了吗？我妈不得担心我吗？无精半夜的。我是不是不让我妈知道啊？你听听，是不是处处为他妈着想？不为呀，老婆孩子着想，让你们大伙听听。谁的儿子走了，妈不心疼？无精半夜啊？那你是你妈生的，我说不好听的，就不是父母养的呗？那我都没说。不是，您当时就没想着老婆马上要生了，就真跳窗跑了？他那个我看着你我就头疼啊，你头疼我走，我一气之下跳窗户了。好，有性格。早晨这老太找我要人，老太说那我儿子呢？你儿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我儿子用啥走？我问你儿子，我哪知道？腿长就在你儿子身上，嘴长在你儿子那个脸上，我不知道。太生活了。我妈不抄你问找谁？你说还能找邻居去啊？不，你那么大的人都结了婚了，你妈还找你媳妇儿要人，找得着吗？
那就应该找他呀。你听说这家人讲不讲理吧？你就说这，我就认为他家人从他到他妈讲不讲理？行，我们又不讲理了，怎么算不讲理？行，这娃就得生吧？对呀，是不是要生孩子回来了？回来人不是伺候你来了，人家他哥有病伺候他哥去了。他哥有病给我们那治不了，就上外地转院。那火车吧也是，我们这地方车白天一趟火车，晚上一趟火车，就一天就一个来回火车。那个时候，人这老先生吧送他哥家，上车没下来，跟他去了。他咋跟他去了呢？没等我下来的时候，车开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是要到下一站啊。我们是林区，我告诉你的话，下一站嘛，离咱们我们这站还挺远，没有车了，你也不能跑。没办法，我就找个小旅店搁这蹲着了一宿。第二天我又坐那这趟还是那趟火车了，我又回来了。回来我当下火车，他每次吧都接我啊。这次我一看没来，我说不对劲儿，我指定是要生了。我觉得那几天啊。我这急得不行，马上我打个小出租车跑到县里，一看真生了，没有在跟前。哎，我感到很歉意。你听我说呀，头一天晚上折腾的，我就是硬挺的，我也不吱声，因为我跟婆婆闹的关系不好，我不想跟她说。但是公姑咬这个哈子，就让大伯嫂来问我，我说是，这家整到医院都看你热闹，因为我定下是剖腹产呢，需要签字的时候，从老到少没有一个人给你签字。谁能签那个字啊？那这万一签上后果谁能负责呀？我没在家，你寻思寻思。不是你为什么不在家？那时候不送我哥吗？对呀，这不是你的问题吗？那后来谁签的字？我说来，我自己签。我死了，我谁也不埋怨。现在来说，文池说是女汉子，没有文化人说就犟种一个。不是，那就是女汉子啊，这个很厉害。完我签完这么上完手术台了，完了人家就回来了吧哈。7天出院了，这老婆婆说了。这出院了都捏五放，我寻思老婆婆都给台阶咱也下了，说捏吧，你给包点饺子吧。我妈走的时候还特意告我，千万别吃酸菜馅饺子啊！这老婆婆就给你整酸菜馅饺子。为啥不能吃酸菜馅饺子？人都说酸菜拿血，那么大岁数了，她懂吗？一个农村的妇女，你寻思寻思。过去包完的饺我没吃，没吃吧？我说你给我点鸡蛋小米粥吧，咱吃咱老本行。人老太太，酸菜给你换成大酱。我说老太太，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做对呢？不是啊，酸的就给我大酱，不齁死我吗？能吃大酱吗？那不是怕你没有味儿调味儿吗？你听听吧，你听听。我就听懂了，不用再讲了。讲到这儿，基本已经明白了，就是把跟婆婆之间的冲突，其实你不介意，你介意的是嫁给的这个男人不作为，偏向他妈。是不是这意思？对呀，听明白人什么意思了吗？那我妈做不对，我也不能去说她去。那你为啥不给她包饺子呢？我也不会呀。我寻思我妈他们妇女之间事都懂，那你说我当一个大男的，我咋会这玩意儿？行吧，咱往后说吧。这咱就说后来，我就寻思不跟他们在乎堆一锅搅马勺了，是不是？我说的咱俩出去过吧。你问他分家出去，他妈给的，他的人说给了3大件，他妈也给3大件。你问他妈给了什么3大件？6个碗，6双筷子，还6个盘子，你咋说？怎么说3大件？你说2大件？那跟我家那条件也不是那种太好。说条件有限，咱说主持人，你能不能说的再给我们点钱，或者给一个大勺，我俩喝凉水泡生米生面吗？啥都没有，就有一个给咱们的，人家用啥？那咱们就出去买个大勺，还能怎么的？不，这事儿不都过了吗？几十年前的事儿，咱们就到此为止，好不好？再追究也追究不来了。咱往近一点说，近一点就说19年那左右吧，就来到哈尔滨了。孩子大学毕业，我们就来这边跟孩子来了。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对呀，我姑娘都大学毕业了，厉害呀！完了之后，你听我说呀，就回这边我就投个买卖。回来的时候也跟他商量好，俩人投这买卖。他是怎么个型呢？你投买卖挣钱行，别赔钱。哦，谁也不敢保证今天我这买卖投挣钱。没错，刚有几万块钱这本，他说整个买卖，哎呀，我说够呛。这硬更我也更不过他呀，说1不2的瞅。我现在整吧。你看他自己说挣不挣钱？没挣钱，说不好听，在他眼里我这是败家子那种，知道了吧？知道了。完了可倒好，花家伙赔了啊！我一气之下撤摊了啊！这么我就寻思哪块跌倒哪块再爬起来，看人养猪挣钱吗？我就给他养猪。这家伙前面他不同意啊，我说的我不用你啊。我就跟我娘家又整了点钱，我就养起了猪。这敢讲话了，财神爷抽我眼眶都发青啊！人说乘车往出卖钱，我是乘车拉往这填的垃圾场去。哦，猪瘟是吧？对呀，没记性。哎呀，我的妈呀，就别提了，这小话听的啊，本来就没有多少钱，这一把可倒好，整负数了。咱们干点别的小买卖也行啊。那家那猪一头又猪圈又猪本钱，咱们还不懂技术。怎么整？没成想一场猪瘟，这家这火上的，这给我一气之下，着急上火就得成糖尿病了。
这一糖尿病。不是您得糖尿病跟着急上火可没什么关系。不是说我哥哥因为人家成天磨叽，我不赔了吗？你说能不着急上火？我也不是个傻子呀。我气的，差点没讹上我。我就有点这着急上火了，上火了没招了，我寻思这可咋整啊？你把这钱挣回来，最起码他能给我乐呵脸。完我就在我们那个医院跟前整个旅店。就靠医院呢，成天提着小本自己搁哪招呼那种。就是问你住不住店，你住就领我家的，他住不住我就领我家的，就那种民宿的雏形。对，这家伙我家旅店开了，给他家开的，他们家的人，你七大姑八大姨二大都能找到他来上旅店上他家住。我哥来病了，说老五啊，那个二哥有病了，你快接个站吧。他就接回来了，接回来，你说我家开旅店总共6间，能上别人家住去吗？再挣钱还差那2间房间吗？是不是啊？那还没有个哥兄弟了吗？是。我给没给你哥住？给住了吧？住了，你把皮箱菜你给撇出去。那撇出去，我还得跟主持人说有撇出的原因。他哥来的时候吧，打电话让接，他那个送外卖，我去接的，我接回来我给他安排房间2个房间让他住下了，我就跟他说了意思，咱们这几年做买卖赔了哈，没有啥钱，要是现在你让我拿出5000块钱我都拿。那任何一人出于哥那个立场，你还能不能给你兄弟借这个钱？不能开口了。不能开口，他哥就开在他的狱口了呢。跟我说也行，跟他张口就是2万。看病了，他不认识别人，准备做手术，不跟我吱声，跟谁能吱声？我给2000，你哥咋说的？你给2000，人能要吗？那我没有钱，我还给他砸银行去。那咱能不能倒个尖儿，把他这个病看好了，他再走，这能还还给咱们吧？咱要说倒尖，咱最晚能1个月，本身咱都负数，咱上哪倒尖去？对，这话可以好好说。他兴许用不多少，用不完那些还能给咱们呢。他们家借钱还过吗？别说我不能倒尖，能倒尖我不想给他倒。我就听明白了，就周转一下，问别人借一下。听明白就是自己压力也很大，哥哥也问借钱。先生的意思就是要把钱借给哥哥，您的意思这钱千万不能借哥哥，对吧？对呀。哥哥要2万，咱借2000，能力之内咱借给他，能力之外就算了。2000我是给的，我不要了，我是借的。你看，可以啊，这媳妇给人能要吗？那后来这事儿怎么着了呀？你听我说呀，为啥我不借吗？他哥家孩子在我们没来哈尔滨之前，跟他借钱，你让他自己说，把啥答应给人家了？我们那块有个棚户区改造，一个就是楼，这个楼吧能值10万块钱。我侄儿吧就是整点外债，这还不上，托五叔啊，他说你把你的房证借给我，我贷款。我寻思也行，一个侄儿吱声了，我还没有现金，这不也可以吗？那我说行，你拿去吧。我侄儿第2天就来了。跟他吱声，这一下就给我撅了。我房证借，相当于把房子给他了，他没时还上，他能还他能上搁我房子抵押去吗？对，那不就是倒下短吗？倒下短，你哥有孩子没孩子，你给他都行。你孩子再不好，是你哥生家给孩子留，不能没有他亲属家产。人家没说要。听明白了，这个侄儿是这个哥的儿子是吧？对，一家人。儿子是问您借房本做抵押。哥就是父亲找您借2万块钱看病，就看病。逮着您一只羊毛，好，那肯定他就不愿意。但是我理解了。对，我说的这房证吧，你叔打你不好使。这房子是我和你叔婚后财产。我有发言的权利。是的。你要是着忙，我给你拿个2000、3000，你多少要多少给。不行，我的债太大，我那就不好使，讲不了。对，您这事儿做得对。你让他哥说，他侄儿现在走都碰头都不跟我说话，结仇了。对呀，咱没说完呢。这个哥哥不是借钱给了2000块钱没要吗？没要之后呢？我俩就站起来了，一气之下，我跟你说，我不有糖尿病那底儿吗？我双目眼底出血，这真是气的。2眼睛双目失明啊，那是糖尿病综合症。年后我2只眼睛4把手术，花6万多，将近7万块钱。哎呦，你说告谁不来气吧？后来呢？眼底出血，手术完第40多天没2把手术呢，又脑梗出现，又脑梗了，这不就是赖上我了吗？脑梗好了之后，这不又去手术去吗？肺 CT 一做，肺子里有积液，乳房里有肿瘤，所有病全找上了。你说跟没跟他气有关系？那这是糖尿病综合症。所以让你问问糖尿病了，大哥，你说这干啥？始终就这么犟啊，你犟不过他，谁都咱俩这块都犟不过他。不。你要说您脑梗加上眼底双目失明，您这算恢复的真好哎。从去年开始想开了，我去年我还2把住院呢，现在我就是肾病综合症，但是我心态好因为我还有个孩子呢，我得活的呀。那7万块钱打哪儿来的呀？家里也没钱了。我姐借呗，他有个三哥给他拿了2万块钱，因为他三哥孩子买房的时候我给拿过。我并不是说他们家人都来不好使，能处哥们兄弟好，咱往回头处；不能处的咱就是别跟他深谈。现在您家那小旅馆怎么样啊？
还算可以吧，自给就可以了，不要求太多。明白了。他们爷俩挣的话，咱就说再额外支付别的吧。等于现在的主要营生就是您家的旅馆和大哥跑外卖。对，在家个姑娘也没成家，姑娘再挣点。那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嘛？就让他彻底认输。你这口气就算出完了，心情就好了，还是说要不跟他过了？要说是不过吧，最近这1年呢有病呢，也算有点回心转意，最起码还给我看病了，是不是？我的目的就寻思让他以后的脾气改改，以我们的小家为主，别老去顾那个大家。他现在还顾大家什么呀？哥们兄弟有个事儿了，哪怕就是我这边给手术室呢，他也得去。其实就是说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先考虑您，然后考虑闺女儿。然后再说外面的事儿，对吧？就是我不需要他全部考虑我，他最起码这个事儿去的时候，你跟我商量，咱有没有必要去哈？我认为说这个事儿有必要去了，你就可以去。谁家都得有个人情往分，不可能过死闷日子。懂了，是不是？问问您吧，这媳妇儿娶的咋样？任劳任干。哦，任劳任怨。任劳任怨。这不是对媳妇儿的评价呀，这是对生产队里的这个生产工具的评价呀。这些年也多亏了他了，对家的操劳，一身病，再加上他是我气的。那你觉得是你气的吗？咋说呢？头些年吧，这个岁数小，也不定性，说句心里话啊，就不服他就是。这些年想想吧，他的病，一寻思也挺后悔，后悔也晚了。那今天来到底干嘛？我就是希望他以后把精力多放我们这个小家上，完了再一个，我家孩子眼瞅奔30了，对孩子也不管，孩子至今都未婚呢，他都不闻不问呢。我到现在为止啊，我有点恍惚，恍惚在哪儿呢？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而来，因为现实您都接受了，罪您也都遭过了。按理说刚才大哥这个表态，反正从嘴上是说，哎呀，我错了，是吧？我听到这意思了。那你来干嘛呢？他说和做两样。哦，我来的目的就是说，你在台上承诺也好，在谁面前承诺也好，你回去必须得给我兑现点了，是不是？哪怕你兑现1/3也行。行，明白了。那您能把要求再明确一点吗？我就要求他是啥意思呢？跟外人吧，尽量少接触，外人不能跟你过一辈子，最终陪着你到最后的还是老婆和孩子。说了半天就这么几个字儿啊！你得对我好点儿嘛，来闹宠爱来了，不就这意思吗？对，行了，听明白了，你们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是爱情啊，这是一个磕磕碰碰、热热闹闹，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的爱情啊。其实有好多事情，要是搁在现在的大城市里，这个婚姻不一定能走到今天。是的，但就是因为是在林区，特别淳朴。这是爱情，而且我们说爱情这事儿吧，有些是2个人一见面，一见钟情，但远没有你们夫妇2个人，你们是30年磕磕碰碰，沉淀出来的爱情，这个爱情难能可贵。为什么今儿来到这儿了呢？是您想来是吧，大姐？对，我知道您想来大概是怎么回事。大哥，当年大姐嫁给你的时候有点下嫁的意思，那时候您家里条件不好，大姐家条件还行，她为了嫁给您，算是把一家子全得罪了，没错吧？对对对。所以，你到今天也得爱我，你永远都得爱我。当初怀咱们家姑娘的时候，不管能不能再去计较了，但就是那时候，你妈妈待我没那么细致。那个时候，你一个人跑到林区，你也不在家，孩子是我们大姐自己一咬牙生的，连剖腹产的字儿都是自己签的，自己豁出去，给你们俩生的孩子，对吗？对对对。所以你得爱我。对对对。哎，我败家呀！我2次把咱们家财产全嘚瑟出去了。你以为我心里不觉得亏欠你吗？你以为我心里不担心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不管他赔过多少次，你也会爱他，一直爱他？对，你跟他说。对，对，你看他说对，甭担心了，再多赔2次都没事儿。然后我再问一下，他跟您家那位哥哥关系不好，他跟您家那位侄子关系不好，他为了保护谁家的钱？我俩的。为了保护你们俩的钱，他又把您家人得罪了，
你会因为这事儿不爱他吗？那不能。所以，即便得罪喽，咱们也是捍卫的自己家的钱。大哥也会爱你，一直爱你，生生世世的爱你，对吧？对。我现在病了，我不管是几台手术，我糖尿病，你气的，为什么必须得是你气的？因为我担心你不爱我了。我身上所有的不舒服都必须得是你气的，所以你必须得一直爱我，你得负责，谁让你气的？这时候考验一下情商，大哥，我大姐身上所有的毛病是不是你气的？这是个圈套啊！你想清楚啊！你要只要说是我气的，咱这辈子就得爱他了，是不是你气的？所以你是不是会生生世世的爱他，一直爱他？对，您听见了吗，大姐？听见了。听见了吧？咱们一身毛病都是他气的，他得生生世世负责，对吧？当初下嫁，咱们护着咱家，他就得生生世世对咱好，对吧？你爱他吗？我爱，不爱的话，我不能跟他过到现在。起火了，调解结束，你得负责，生生世世的爱下去。大哥，你有想过没大姐以后的日子吗？想过。万一她没了怎么办？没了我遭罪了，孩子遭罪了。关键您心里空了吧？那当然是。我有一个叔叔，糖尿病，然后最后糖尿病去世的。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我阿姨对他特别好，因为他每天都在担心，今天不能给他做点好吃的，能让他开心的多活一天。糖尿病到最后他透析，他每天就在那条路上，阿姨就陪着叔叔走到医院透析，透析完再回来。但最后叔叔还是没了，阿姨曾经有半年彻底就崩溃了。他当时说过一句特别后悔的话，我后悔当年跟他吵那么多架，我后悔当年没多说几句爱他的他想听的话。我在想，刚才您跟他吵架的时候，您可能根本没想过，万一他没了怎么办？我在想，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每家有每家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拌嘴，不拌嘴吧，好像觉得生活缺点啥，就像您婆婆敲盆一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做肉丸子，一定要把肉拿起来，啪往盆里摔。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我说好吓人，你在干嘛呢？他说要把肉打一打才好吃。但我家里边，我家和肉丸子是拿个筷子这样慢慢的搅，真的每家不一样，但每家的生活都过得各有各的滋味。可能你也想过，万一他不跟你吵架了，您咋办？突然一天安静了，安静下来以后，那房间里空的特别让人心里边发慌，您可能也会难受。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您两个人在台上都是暴脾气，但是你两人本身彼此就是相爱的，您何必非要那点爱呢，大姐？大哥，我刚一直在看大姐手上那镯子，我身边有好多东北的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喜欢手上戴金镯子，说如果戴了金镯子，说明我老公特爱我，我出去以后别人都看着特开心。但我在想，大姐为什么一直没戴个金镯子？是不是有些时候的确您对她疏于关心了？您可能有些时候的确对您家人特别好，而忽略了她内心想要的。如果当年大姐没有众叛亲离，把家人都得罪了，可能也没您这30年幸福的生活吧。所以您要不要偶尔也多为她说一点情话？简单的一句媳妇儿你辛苦了，媳妇儿我离不开你，可能对她来讲也就够了。现在那个小旅店还开着呢吗？开着呢。生意怎么样？够我。
有些男的出轨。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你特别维护你的家人，不论你家人求你办什么事你都到。反过来，我要求他的时候，他们都远离我们。在我和你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总站在你家人那边，你也不为我考虑。所以造成我特别恨你，特别伤心。我这一生病，我就除了泪都是你气出来的。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日子过。我最后我就希望你往后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陪到你最后的还是我和孩子，把所有的精力还是放在我和孩子的身上。不是你得让他说话呀！你这嘟噜嘟噜说完以后，他有态度吗？老婆，我错了，你辛苦了，你这些年也没少为我付出。就别说了，一会儿再说吧，回去吧。谢谢两位，这大哥真是慢半拍，你知道吗？这没啥好预测的吧，都得出来吧。来，请开门。外卖要到点了啊，大哥。这外卖要到点了，大哥。大哥看电视剧吗？看那年轻人什么求婚什么的看过吗？看过。会吗？会。行，我们一块儿看啊。来，接下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这也太着急了吧！来，单膝跪地说两句，怎么着？老婆，你辛苦了，这些年你为了家操碎了心，累坏了身体。我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请你多多原谅。我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啊！哎呀，我什么你来着，大哥？我爱你，抱啊！哎，请亮灯。牵手走吧，谢谢两位。谢谢。谢，祝您健康啊！来，请回。